各位冷冻空调同业的前辈们，大家好，我是 Alan 叶立善。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冷媒与冷冻油相容的重要性。那为什么我们会想要聊这个话题呢？这要从1995年联合国要求使用 R134A 冷媒取代破坏臭氧层的 R12冷媒开始讲起。因为 R134A 冷媒跟 R12冷媒所使用的冷冻油存在一定差异性，那导致说 R134A 冷媒灌入系统，而没有同时更换冷冻油的时候，造成压缩机立即性的损毁。这样才能够知道冷媒与冷冻油是否相容呢？我们将透过这个耐高压液化气检视瓶来为各位展示。那么这个检视瓶呢，也是我们公司在1998年所取得的专利，也是当时仅有能够观测冷媒与冷冻油相容状态的设备。接下来各位可以在我面前看到4个耐高压检视瓶。那首先我先为各位展示是我们的冷媒，这是没有添加任何冷冻油，也没有添加任何添加剂的冷媒。来看看，可以看到它很明显的起泡，化为气体。好，接下来第二支呢，我为各位展示，这是我们的冷媒跟冷冻油，它没有相容的情况，它分离了。那我们冷冻油呢，它上面我们有添加一些染色剂，让各位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冷冻油跟冷媒分层的情况。那我这边为各位释放一些冷媒给大家看。好，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的冷冻油，因为冷媒的气化造成一些推挤，这是我们第二支冷冻油跟冷媒没有相容的状况。好，然后我这边第三支呢，这很明显的产生了乳化的状态。你有看到冷媒的部分已经产生有些白化，它是因为染色剂，所以是浅蓝色的。那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2支很明显的不同。左边这个呢是乳化，右边的这个呢它是完全没有融合的。那么乳化这个会导致冷冻油完全分离，它的分子结构已经被破坏，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那已经失去润滑的效果。最后这一支呢，为各位展示的是我们的冷媒跟冷冻油结合完美的状况。那我们可以摇摇看，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产生的泡沫，这就是我们冷媒跟冷冻油结合之后，摇晃它就会产生这样的泡沫。好，那刚才我们透过我们耐高压检视瓶可以看到我们冷媒相容与不相容的各个形态。那我们现在就冷媒跟冷冻油不相容分层的状况，我们套入我们制冷系统原理图里面来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压缩机压缩冷媒，冷媒推挤着分离的冷冻油往前，停留了少部分在我们的冷凝器之后，继续往前到达除液罐。那除液罐它在里面的状态，你可以透过我们的试管可以看到液态冷媒在下面，那我们的油品在上面。等到除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会顺着这个除液罐除满之后会往上继续走，然后最后堆积我们的膨胀阀。那我们膨胀阀通过了少量的冷冻油之后，这冷冻油又停留了一少部分在我们的蒸发器。那我们的冷冻油没有完成回流的动作，没有回流到我们的压缩机，产生高温高压，然后润滑不足而损毁。好，那我们接下来油品跟冷媒呢完全相容跟结合，套入到我们制冷系统图，那就一切都比较顺畅了。我们的压缩机压缩冷媒，那冷媒它跟冷冻油完全结合了，吸带着而不是推挤着冷冻油，一直经过我们的冷凝器，那没有像之前的冷媒跟冷冻油分离的状况不一样而堆积。那我们一直到除液罐除满之后，顺利的通过我们的膨胀阀，
回流到我们的压缩机，完成它的一次运作，然后再次被吸带出去，不停的循环，这就是正常的冷气会这样子运作。我们发生乳化状态的冷冻油呢，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先不看上面这个多余的冷冻油，我们就看冷媒跟冷冻油结合，但是产生乳化会怎么样的反应？那一样，乳化的也会被我们的压缩机压缩吸带循环这个系统，但是因为乳化状态的冷冻油呢，已经失去它原本应该有的效能，所以在压缩机的润滑方面呢，它可能失去正常的效果，那可能会导致一些喷屑啊，污染整个系统。那这种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清洗我们的制冷系统啊，更换正确的冷媒跟冷冻油了。我们今天透过了这些设备呢，简易的探讨了冷媒跟冷冻油相容的重要性。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想要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呢，欢迎来电我们公司。那我是 Alan 叶立善，祝大家每俩探大钱。